staying out of reach. I'll make you close your eyes, slowly come with me. You try to wear me down, make me go to sleep. I let it hug your kiss, ripple through the trees. You can call me moonface, coming from the deep. 渐渐释放难过，数不清的快乐。想些什么？黑夜那么可爱，其实不要人猜。等一下，我找不到我的手。Hello，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反正我是蛮意外的，就是也见到大家了。然后今天呢，就是来干嘛呢？就是来陪大家睡觉的。3、2、1。开玩笑，其实就是来陪大家一起度过睡前的这段时光，然后陪大家聊天了。然后呢，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可以发在弹幕里面，就是我会用我的手机看。对的，你们能进来了吗？这是什么造型？这是对伊丽莎白，有人已经猜对了。就是穿上这个衣服，就终于理解了企鹅为什么行动会有点困难。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就是一定得分开，它不能是一体的。还好不热不热。你们吃了吗？我还没吃，我打算下播之后再吃。吃鸭子，想吃鸭掌吗？这样躺着聊天不辛苦吗？不辛苦呀，很舒服。很像什么？就是不要把话说一半，要说完，好吗？像什么？今天的发型是我做的吗？不是。我会不会慢慢就睡去了？有可能哦。就如果我睡过去了，就是大家一起睡吧，我们就把剩下的时间给睡完。没想到是这样的造型吗？我也没想到。最近练了腹肌吗？我一直都有。然后就说一下进来，因为不是发了新歌嘛，就是我们的 Moonface 鬼脸，对，大家都听了吗？然后就是大家觉得这首歌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好听吗？啊，听了。你们就如果说这首歌给2个关键词的话，你们会给什么词？先听一听你们的答案。好了，我躺一躺。哎呀，调皮，对，这是我自己个人给的2个关键词，有一个也是调皮，还有一个是浪漫。对，也有人猜对了。那看来大家都有 get 到我想表达的风格跟感觉吗？就是内容。然后就是这首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的诞生，就是因为当时在年初的时候，然后看了那个《仲夏夜之梦》嘛，然后当时就想，有没有一首歌就是可以
在晚上的时候听了之后会有更浪漫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前一首歌不是福源商店吗？它其实更多的像是白天的时候的我，然后就是《梦飞》这首歌，它就有一点代表了像是晚上的我，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个人想象世界里面，就是畅想。对，貂蝉贼溜，认真的吗？快教我，我玩不会貂蝉。他不是得吃技能，我永远吃不掉。然后，你们最喜欢的旋律是哪一段？手有点短，架不住。你们最喜欢的旋律是哪一段？我可以用我手机看弹幕，我忘了。换个姿势。我的脚掌掉了，家长。不好意思，出现了小小的意外。我看一下弹幕，你们最喜欢哪一段？你们都喜欢就是英文的词的那一段是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一段，就开头的那一段。我当时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前面那一段的旋律的那个唱法的感觉，它很像那个 Lana Del Rey 老师的那种唱法的感觉。我这样不伤眼睛吗？不伤啊，我又没有关灯按手机，是吧？你们肯定现在在床上也是躺着这个姿势吧？也是这个姿势在刷手机刷直播。特别的做个鬼脸。说到鬼脸，其实因为当时拿到这个 demo， 然后也有这个想法嘛，然后就在想鬼脸那个标志性的动作该怎么做的时候，然后我就怎么想都觉得它不适合去刻意的做一个表情，因为我想要代表是就是鬼脸的那张脸本身就是我自己的那个脸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不用做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是鬼脸。然后而且感觉就是这首歌也不太适合做太夸张的，就是表现，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我从嘴巴然后挡到鼻子，再挡到眼睛，对的一个动作。能不能在福源商店跳 Moonface？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可能现在就是福源商店？Take a 1 2 step 。看着就好累穿着，其实还好，它没有那么厚。我的手机是紫色的，紫色最好看。看不到我的脸，看得到吗？动作设计很好看，那当然的呀。然后当时因为这首歌，我们不是有一个秋千的设计嘛，然后我其实当时听了我就有这个想法，然后但是在练习室练习的时候没办法，就是你不可能去搞一个秋千然后吊在练习室上面嘛，所以其实一直都是我在脑海里面编，然后在练习室的时候就只是用一个长凳子去代替，然后我去教就是演员老师们，然后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脑海里面一起预测的，然后都只有到拍摄现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看到了那个秋千。所以我们是在拍摄之前，然后赶紧去把我脑海里面的东西给实现了。
然后当时所有人看到我吊在上面的时候都吓了一跳。就虽然大家都觉得很危险，然后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值得。毕竟秋千用都用了，是不是要发挥到极致嘛？对不对？我当时就是在试那个秋千的时候，就是其实当时心里也还蛮慌的，因为我没想到就是秋千那么晃，就是我以为就是凭自己的重心，就是我能尽量保持它的平衡，但是没想到就是你只要一站上去，它就开始在晃，所以就当时心里其实还蛮慌的。头套现在不能戴上，不然我头发都没了。好不容易做了那么久，你在坑我。真的很危险。其实我原来还担心，就是在镜头里面会不会看起来就是吊的不够高，就是我挂在上面的时候，但好像还好。然后这首歌它跟我前面一首歌其实是有很大的那个风格的区别的。像浮云商店的话，它其实就是比较清新、比较欢快，然后就是在任何时候听都会感觉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更加放松的那个感觉。然后这首歌就像我刚刚说的，它的风格其实比较像是晚上自己一个人的 party， 对，就是可能是自己闭上眼睛，然后在脑海里面就是玩，然后或者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可能关灯，然后蹦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像这首歌，它不是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像是鸟的声音，然后还有水的声音。其实我脑海里面想象这个画面，它有点像是在森林里面中间的有一个湖，然后有一个从空中降下来的秋千，然后我就吊在上面，然后慢慢的落在水上。所以我轻轻的点了一下落在那个水的表面之后，然后演员老师们就模拟了那个波浪的那个画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为什么不 kiss 下去？那个 kiss 代表什么？不是我不想，就是靠近一点，主要是那个秋千它太高了，就是我蹲不下去。然后因为我得一直保持那个平衡，就是我再下去一点的话，我可能就是整个人都往前砸了。然后像那个吻代表什么？就是像可能大家也知道，那个扑克在《仲夏夜之梦》里面，他就是他恶作剧的方式，他是用那个花枝，然后滴在眼皮上，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吻，就是也代表了像他这样的一个恶作剧的一个动作。然后其实我自己在脑海里面还有一个画面，我后面不是有一个躺下去，然后就是有4个小人手指头在我头上走。对，其实那个就是有点像是我就是开启了一场试验。就这首歌我是普克嘛，就是代表的我可能是开启了一场试验，然后去测试在人世间就是所谓的真爱是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恶作剧。然后在《仲夏夜之梦》里面，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有四位，算是主人公吗？对，然后就是可能是那4位主人公，然后就是在我的手心里面就是把玩的感觉。3对恋人有一对是那个伯爵跟那个他的妻子，他不在那个恶作剧里面。
或者说你说的是那个先王和先后，他也不在那不算在那个森林的恶作剧里面。分一点头发给然后这首歌它可能跟福运商店稍微有一些联系，然后像大家也知道了，就是我在11月11号，不是还有下一首新歌，对，就是它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联系，但是可能希望大家不要太局限于此，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就是会发现它会成为了一个闭环，对。然后这一次我不是录了下一首新歌嘛，就是我去了韩国，然后当时就是录下一首新歌，然后那个声乐老师还教我就是一个唱歌的技巧，然后我当时也是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吧。他说我之前也应该是蛮经常用，只是我不知道，就是用了叫混声的一个东西，就你们到时候听就知道了。我不是弹舌，弹舌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会。对，所以当时在录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新的声乐上的一些开发吧，算是，就还蛮期待的。我其实已经听了，然后我其实也很喜欢。有没有信心教会小蝴蝶跳？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很简单啊，就是我肯定没有要让大家去翻跳前面那一段秋千的吧。我觉得副歌其实是比浮云商店要简单的，因为浮云商店其实比较快，然后也还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然后但 Moonface 的话它比较慢，就还好，只要大家能够把握就是那个有点慵懒的感觉，其实就好了。这个装扮会不会太热？不热，它其实不厚，还好。下次可以弹吉他，我在很久以前学过，现在都忘了。你会弹吉他吗？我这样就舒服了。求个美团链接，我真的不记得了。真爱无坦图和 Moonface 有什么关联？因为真爱无坦图这个概念，它就是仲夏夜之梦嘛。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是那个普克，然后我开启了这一个事业，然后我就在里面就是测试或者说是观察，就是在人世间所谓的真爱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值不值得相信。然后就是以一个恶作剧的一个感觉去做的这个实验。然后鬼脸其实就是象征着我在恶作剧的时候我的表情是什么，或者说我的形态是什么。然后像刚刚说到的，其实我在 MV 里面不是有好几个造型吗？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可能一个是我，然后另外4个是其他的角色，也或者是说，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精灵的所有的幻象，就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形象，就是每一次你看到的我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从由你的心中去生成的一个形象。那结果呢？探索到什么？没有结果呀。爱情这个事情应该没有结果吧？就是在世上所有人到现在都还在探索。我不敢随意评价，我还是继续恶作剧好了。
伴舞握秋千是临时决定的吗？不是，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在编舞的时候，肯定在脑海里面你得有构思，就有点像在排兵布阵一样。对，只不过就是在现场你得把它落实，然后它到底现不现实，可不可能实现？考虑把 Moonface 编成音乐流瑜伽，感觉应该会比我的编舞都难吧。最喜欢 MV 的哪一个造型？这个其实我在物料里面我有说了，只是还没播那个物料，但是我现在说也没关系。就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是白色的那一套，因为我平时应该是没有穿过这样的风格的衣服，对。然后我感觉就是还蛮新鲜的，然后整体看上去很仙，对。然后还有另一套就是一直 bling bling 的那一套衣服，为什么呢？因为它最贵。所以你们最喜欢哪一套？多比为什么没把它带来玩？不行，因为我今天才给他递了外区。好，你们都看了我的 MV 吧？我自己其实也看了很多遍，然后这是第一次跟大家一起看吧。就是我也拍了一个就是 reaction，然后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然后但现在可以跟大家一起再看一看吗？我用我的平板看一下。你们都看了吧？你们都应该已经很熟练了啊！老师稍等，我还没点开。那我开始了。Three, two, one。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闪闪的衣服。就是这，就是这，暂停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秋千，就是这一个秋千，哎呀，就你们知道那个秋千吗？然后就是当时在拍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算是一些小小的意外吧，因为它那个树枝它不是那么的平整，所以导致那个秋千它其实是有点斜的。然后我为了就是保持自己的身体是正的，然后我得就是一直握着另一边，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就是挺起来，或者说我索性就是滑到另一边，然后靠在另一边的绳子上，因为那只板是斜的。对，坐在床上，好，我坐起来，然后那段戒指有什么戒指有什么意义吗？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对于爱情的一个考验。对我可能就是把戒指脱下来的时候，是一个梦境的开始，一个实验的开始。就是可能我开启这个梦境的道具就是那个戒指。戒指可以送你吗？不行。什么 Lord of the Ring 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吧。等一下啊。
好，继续往下。I try to swim away, staying 等一 out 下， of reach. 为什么播不了？稍等我一会儿。它好像在旋转。完了，我这个可能得交给老师，他好像没办法继续往下播。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没关系，让我们继续躺一躺。夜晚我都在想什么？就是各种想啊，就是各种畅想，想一想，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之前做的很多的决定，但如果我当时做的是另一个决定的我，就是像那个平行世界嘛，平行世界的我是什么样的？就是会这样幻想过。你们没想过吗？我往下播喽。I'll make you close your eyes, slowly comes with me. You try to wear me down, make me go to sleep. I let it all 这边其实 you 暂停一下，就是前面这边，其实我当时在演的时候的完整片段，就是我不是坐在桌子上，然后其实我是想象了在凳子上面是有一个人坐在那，然后就是轻轻的抚摸他的脸颊，然后就是让他入梦的感觉。Q kiss 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一个恶作剧之吻。这个袖子好像有一点脏，哪个袖子？我手上的这个袖子还是 MV 里的袖子？我再往下放啊。You can call me moonface, coming from the deep. 君君是放难过 OK， 听这边是不行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在想的时候，进行释放难过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就是像拿一个杯子，然后再收集眼泪的动作。有人有看出来？就是大家有看出来吗？为什么前半段的光线会设计朦胧柔和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带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没看出来吗？唉，你们居然没看出来，伤心了。收集眼泪去熬汤吗？为什么要熬汤？我其实后面这个动作就是把杯子里的这个倒掉。干冰好棒，就是整个 MV 就是只能夸干冰了，是吗？我会晕倒。我是不是有经验？什么经验？就是把眼泪倒到杯子里吗？当然没有。因为就是我为什么要收集，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我如果不放一个杯子在这儿的话，就是你们会看不出来我倒眼泪。就是像大家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会觉得我是在把脑海里的什么东西倒出来，对。好，我们再往下吧。这一边就是在浴室的这个片段，其实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导演老师就是让我就是开音乐，然后就随便自己就是演，然后就是 free 的演，然后呢，
就是最终的片段，就是可能有很多都不太合适放进来，就是不太能播，所以最终可能导致就是出来的有一些就只能放出来一些片段，然后大部分呢就是我都不能，就是都不能发给我看的那种。现场来一下不行，现在没有那个感觉。我现在是夜晚的精灵，我现在是对，伊丽莎白。是不是有单独录舞蹈？是什么意思？好，我再往下看吧。都在想些什么？黑夜那么可爱，其实不让人猜。Hush hush, don't make a sound. 对，这一段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其实我当时，因为它出来的这个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声音嘛，就是我当时在想我要怎么去呈现的时候，就是我始终觉得它得是有种在脑海里面的另一个次元的一个感觉，就是它不太像是我在现实世界里面就是去追逐什么东西或者是追逐谁，它有点像是就是我在我的脑海里面，可能打个比方，就是我在我脑海里面的世界去追捕，就是这几个实验者的那个感觉，对，所以我才在舞蹈上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就是像是换了一个次元世界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然后其实我当时是做了2个方案的，就是还有一个方案，其实因为我不是开始的时候说，是在湖面上的那个秋千嘛，我当时是在想，我可不可以就是这一段做成一个像是倒映在湖面上的一个感觉，然后但是当时实现了嘛，就是感觉这一版整体出来的效果更好，然后就用了这一个版本。好，往下看。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You can call me my face, coming from the deep. 这浪漫与饥渴，别让自由干涸。这一段就是我不是有在弹那个钢琴吗？就是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就是它实际那个钢琴它其实是没有声音的，所以我就是在那瞎弹，然后还得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弹得像那么回事，不知道有没有穿帮。绿色的衣服造型很好看，我也很喜欢。我用我手机看弹幕吧。路肩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都在说相见很好看，谢谢。好，我再往下看。哎呀，哎，不小心关了，没事，我应该可以。好。我昨晚做梦都在想些什么？黑夜那么可爱，世事不让人猜。城市一直不睡，悲剧人灌醉。像这个，其实刚刚前面就是副歌前，我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画面，然后我得从下面穿过去，就是
从2位演员老师中间穿过去嘛，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是不小心勾到了边上的演员老师的衣服，然后就是虽然就是也是有拍别的版本，然后最后是因为觉得就是那一次的状态是最好的，所以就用了那一个，我觉得应该蛮明显的那一个地方。我再往下。人类暂停比赛。You can call me moonface, coming from the deep. You can call me moonface. 来了，这边还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就是吹蜡烛的时候，后面大家有注意到吗？就是这几句词，就是引自《仲夏夜之梦》。这一段预告是下一首歌的旋律，就是估计大家也应该没有想到，就只是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配乐，但不要怀疑自己，它就是下一首歌。我看弹幕里面吧，造型跟 Vampire 有什么关系吗？没有，这首歌要表达的不是 Vampire， 就是要表达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是《仲夏夜之梦》，然后我是里面的那个精灵，就是扑克，对。人类暂停比赛是什么意思？就像你们字面了解到的，就是可能现在每一个人在工作，就是在社会上或者是在学习上，就是没有办法，无可避免的，就是一直在被比较，或者是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得，可能是跟其他人或者是跟自己在赛跑。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一段词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暂时让自己放下脚步，然后不用去想太多的东西。然后去跟着这一首歌去畅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和你理解的一样吗？但当然，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就是可以也有不一样的理解。下一首歌叫《See You Next Time》吗？不是。我老是就是下意识的看那边的弹幕，要绷带。当时也是就是因为我的手就是当时它不是已经破皮了嘛，然后就是没办法得绑上，不然的话就是一直上去缠，然后它就会就是一直在摩擦，然后没想到就跳到一半的时候，它就有滑下来的迹象，对，然后就自己就是即兴处理了一下。下一首歌说一下，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去录的时候，就是稍微有一些声乐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处理，然后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后面，因为不是还得录，就是里面的那个电影的那个合音，就是可能高八、低八，或者说是一些那个声音上的一些，就是音色的处理。就是可能像是弹舌这些，就是整首都是用我自己的声音自己录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首歌是快歌吗？是比较轻快的，就是大家也听到那一段旋律了吧？怎么就是它也不可能就是变成一首抒情曲吧？等一下我在床上掉下来了。我先回来。不会弹舌可以教一下吗？我不知道怎么教。
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可能是一个肌肉上的记忆吧。为什么是光棍节发？有什么意义吗？嗯哼，有，说到重点了。准备下一首歌了吗？有在悄悄的稍微开始进行中，就在很早之前就有一些想法了。对 ，MV 披风造型看不够，就是披风，就是当时在现场也稍微有一些意外，就是他一直。因为它稍微有点长，然后就是它会一直被缠住，然后一直滑下来，所以有很多的画面其实没办法用，所以大家应该也能看到。然后我不是在秋千上面就是一直转来转去的，就是其实那个披风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危险，因为它一直缠住，就是跟现在我身上这个衣服就是一样，就是我没办法就是分开行动，它只能就是变成一体。最喜欢 MV 里面哪一套衣服？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说过的，就是最喜欢白色的那一套。然后像刚刚说到，因为这首歌的概念是在晚上的时候，然后就是像是沉浸于自己的梦里面，然后尽情的去畅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做过什么比较奇特或者说比较不可思议的梦。就是我自己我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有做过一个梦，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玩具总动员》？对，然后就小时候就是做的那个梦，就是我坐在那个玩具车里面，然后还有其他的玩具伙伴一直在逃跑，然后被一个很大的那个恐龙在追，然后我做了就是3次，应该是2次还是3次一模一样的这个梦，是不是很神奇？就是所有的细节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做过就是梦是一模一样的？有吗？所以你们做过什么样的梦？做过的梦都不记得了，完全没有吗？哦，有收集了你们做的梦，看一下。第一个，梦见与刘军一起跳舞，幸福的消息。在那个梦里，你是幸福的吗？那很好呀。然后呢，在那个梦里，你跳舞跳的是不是很牛？就是说到就是跳舞的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在梦里也一直在编舞，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那个梦里我完整的编了一套舞，然后我那天当天醒来的时候，我还大概记得几个动作，然后现在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当时醒了还是蛮无语的。你们有就是做过这样的梦吗？就是感觉像是白睡了一觉。还有什么？梦到了和刘俊成为好朋友，然后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也想要入你的那个梦，去了哪？我们当时是去的哪旅行？我想去肯尼亚。梦到出车祸了，没关系，你还记得的话，那就不可能实现。就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什么梦到我们一起去了海南是吗？是不是当时因为我去了三亚？三亚是在海南是吧？没记错的话。下一个是什么？奇特的梦。刚粉上刘军没多久的时候，因为知道他是马来西亚人，就好奇他会不会粤语，大概是日有所思吧。于是某一晚梦到他说识少少，这个梦本身并不奇特，还十分合理。奇就奇在没几天后，他在一个聊天室里说广东话，我识少哦，广东话我识少少了，语气发音都跟我梦里的识少少一样。哇哦！还蛮神奇的，这叫什么？像是叫那个吗？是叫 deja vu 吗？就是那种感觉上，就是哦，但是你这个是反的，就是你先做了梦，然后再看到那个，就是现实实现。但有的是就是你在现实中，然后突然看到某一个瞬间，感觉仿佛像是在梦里见过的一样，是吧？我懂你。然后下一个是梦见与刘俊一起坐旋转过山车，一起尖叫到不行。这个梦蛮累的，是不是被吓醒的？我觉得肯定是被吓醒的，就是是不是会有那种突然掉下去的那种失重感？我不能接受失重感。就是我个人本身其实对高还好，就是只要我知道，就是我不会突然掉下去，其实还好，我不会怕，我是不能接受就是突然失去重心的那个感觉。梦到我见到了你，但逃走了，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就是 cosplay 了一下，打扮成鬼的样子了，我才逃走的？你现在在剩1%，你赶紧充电啊！下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刘军一起吃饭，你吃的什么？当时是吃甜品吗？就是把甜品当饭吃。我是一个会时常做梦的人吗？好像会就是隔一段时间的吧，就是有的时候会，就是基本上每一天会做梦，然后一段时间就不会。我感觉可能是跟就是心理压力有关吧。下一个，梦到自己跳降落伞，然后一整晚都还没着地。哇哦，好漫长的梦。我可能就是在梦到我跳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就立马整个人弹起来惊醒。你们有试过吗？就是梦到什么梦的时候，然后被吓醒的时候，然后整个人都弹起来。我也有。是吧？就是感觉上那一刻心脏都暂停了。我梦见飞天了，然后漂浮在软绵绵的云上面，云是个棉花糖，可甜了。哇哦，好浪漫的一个梦，是在福音商店那一段时间的做的梦吗？什么有试过梦到编舞动作？什么用在了真实的编舞中吗？没有，因为最后我忘了。最后忘了编的什么动作了。当时就是已经沉浸在那个非常无语的那个情绪里面，没有想到要把它记录下来。下一个，在梦里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一直提醒梦里的自己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并想着如何逃离梦境。哇哦，你是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好像印象中我好像也有过那么一次。哦。应该也不算，就是不算是做梦，就是那个就是被压床，就是还蛮常会有的。
什么梦到跟我一起去鬼屋，放过我吧，在梦里就是也请放过我好吗？看下一个。奇特的梦，小时候经常梦见恐龙出现在我家院子，不然就是老虎和蛇出现在院子，然后我就在梦里变成探险家。这个跟我刚刚说的我小时候做的那个梦应该是差不多类似的，就是感觉上就是去探索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是要去找什么宝藏，然后就在跟伙伴然后闯进去，然后有恐龙在后面一直追我们，然后就开着那个车一直在跑，那个玩具车。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大概是有一次在梦里睁开眼，依然还在梦里。我理解一下，有次在梦里睁开眼，依然还在梦里。OK， 当下还察觉到那是在梦中，却一次又一次的在梦里醒来，反复循环了好几次，才终于惊醒。那是唯一一次觉得害怕自己在梦中醒不来。你应该用那个那个。盗梦空间那个，你要在你的梦里面去找一个陀螺或者是硬币，然后去转，然后看它会不会停下来。但是像你说的，应该还是会蛮害怕的。就如果说能发现自己在梦里面，然后一直醒不过来，所以最后你醒来之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怎么知道你真的醒来了？你是掐了自己吗？扇了自己一巴掌，还是什么？睡觉磨牙吗？好像我以前小时候好像会有，现在好像不太常磨牙。好，下一个。梦到小时候，小时候梦到自己飞起来，是真的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很棒的体验。我好像也有梦到过自己飞起来。但是具体的是什么样的梦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当下就是像可能做到这种梦的时候，不会察觉到自己是在做梦，会感觉到就是自己真的是在飞，就跟那个就是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就是庄周的那个典故，就是梦见那个蝴蝶，然后就在想自己到底是蝴蝶还是。就是在蝴蝶那个是梦，还是我现在这个世界是梦？对，庄周梦蝶，鼓掌，课代表。好，下一个是什么？梦到自己为了躲避鬼的追赶，把车开到海上，而且因为速度很快，真的能在海上开。是不是那段时间一直在看鬼片？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因为就是大人们，就是当然会想看就是自己想看的节目。然后作为小孩子的就只能被迫的跟着接受。如果当时小时候是怎么样，就是我会把所有的这些枕头然后叠成一个堡垒，然后就透过那个缝这样悄咪咪的看。然后我当天就是只要看的是什么内容，我就会一定100%会做那个梦的，做那个内容的梦，所以导致我一直都很害怕。下一个是有一次梦到我在外面家门外散步，突然被一头犀牛追着跑。其他记得住的不是被蛇追，就是被坏人还有鬼追。是我平时不跑步，所以想让我在梦里多跑一点吗？有可能。所以你后来跑了吗？还是说他可能是有什么启发？你可以就是去搜一搜那种，就是梦到这个内容就是代表什么那种，你们会这样吗？就是梦到什么内容，然后就在网上搜。那什么梦到去了无人岛，还要忙着照顾大家，好忙。你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讨好型人格，就是比较顾及就是身边的所有人的感受的那种，你就会心很累。是吧？所以做梦的时候你也在顾及大家。睡觉会不会抱枕？会，就是我一定要抱着，不然的话就是会觉得自己的手无处安放。然后梦见自己也学会了倒立，哇哦！
还蛮累的。在梦中你还要倒立，所以你是在就是现实生活中也就会倒立吗？还是说现实就不会，然后在梦里倒立？当下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觉得很神奇？是什么？是吧？就是大家都需要抱枕。有时候还蛮就是意外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就习惯抱枕睡，就是看到大家不用抱枕的时候，还是蛮奇特的感觉。我平时会有失眠的时候吗？失眠会做什么呀？就当然会有失眠的时候，但是我失眠会干嘛？就是我会就是深呼吸，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刷到过，就是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是什么吸3遍，然后呼2遍什么的，然后就会慢慢的睡着。我记得曾经是真的有用，然后后来就不太有用了。然后也曾经就是做过，就是很幼稚的，也不是很幼稚，就是一些比较普遍的行为，就是在脑海里面数绵羊，然后数到后面就是越来越清醒。就是我可能是那种失眠，就真的就是可能得撑到天亮，或者是说撑到3、4点半夜，然后才睡着的那种。一般其实我是就是喝奶茶或者是喝咖啡，我才会这样。就是像泰式奶茶，或者是在马来西亚的那种奶茶，因为它那个茶的，就是其实它有咖啡因嘛，然后其实我会比较敏感，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因为现在其实还蛮常喝咖啡的，然后我就会半夜睡不着，然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其实就会很生气，就是在床上干生气，因为就是像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以前的生活就是会比较很紧凑，就是那个生活规律，就是我得把握每一个能睡觉的时间，不然的话，第2天我可能就会很影响状态，所以我就会在床上，然后跟自己生气，然后分享安眠的小习惯。睡前最重要一定要做的是刷牙洗脸，把眼睛闭上。安眠的小习惯，我现在可能是就是习惯在睡前，然后我会看一看书，然后其实都会睡得蛮安稳了。对，因为你看书其实看得很投入，就是其实还蛮催眠的。会喝 Milo 吗？我其实以前小时候我也会经常喝，然后自己也会喝，但是现在不太敢那么常喝了，因为太容易上火了。喝 Milo 真的不能喝太多，就是热巧克力，像阿华田这种，不能喝太长，一直喝真的很容易上火。然后喜欢什么颜色的床品？我自己个人其实喜欢比较看上去比较舒服的颜色，像可能淡黄色、灰色，或者说是浅绿色，对，像这种颜色。就是会比较舒服，就是比较容易入睡。你们呢？你们是什么样的？喜欢什么样的床品的颜色？一天睡几个小时啊？我自己其实，即使是睡到自然醒，我可能正常8个小时就会醒，就是在睡多就是会不太舒服，就会受不了。需要用闹钟叫醒吗？我基本上都不是被闹钟叫醒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身体有一个规律，如果说那一段时间都定了闹钟的话，我会提前在闹钟响之前就醒来，然后把它关掉。就是你会有那种直觉，就是你原本就是在睡着，然后就会有那种直觉，好了，它要响了，然后你就起来看着它，果不其然它就响了。我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可能因为我实在是不能接受就是闹钟响的那个感觉，就是真的很讨厌，很讨厌。然后就是打比方，就是可能朋友还是怎么样，他们的闹钟响的话，我就会帮他们关掉。然后
如果不考虑现实条件，最想去哪里睡觉？我个人可能会想要在云朵上面躺着，感觉应该会蛮舒服的。就如果说我能漂浮在上面的话，我躺一躺，我的腰有点累。你们呢？如果说不考虑现实的条件的话，你们会想要在什么地方躺着？什么老了？因为我之前我不是腰有点伤，所以就是我的腰部肌肉就是它会很容易的就是僵住，就会有点难受。躺在我怀里吗？倒是很会想。还有点那个熏香的习惯吗？现在我其实不太常点了，因为我记得我之前看到就是就是养宠物，就是养猫咪，就是有很多熏香，其实他们是不能闻到的，所以我就不太点了。看书会睡觉的话，怎样逼自己看下去？不用逼啊。你如果还要逼自己看下去的话，那看书还有什么乐趣？你就看到哪困了，你就在那，然后放书先暂停啊。就是看书，就是要享受在书中的故事，不要逼自己学习。有人说梦是平行世界，你相信吗？我相信。你们相信吗？我觉得就是世界上应该是会有平行世界的。好，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到睡觉的时间啦。然后接下来就是给大家念一段故事，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好梦。大家躺好了吗？来，躺好。哦，我来给大家念一段故事哦。选段的概括是，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小王子》，讲述他和玫瑰花的故事。第5天，还是羊的事情，把小王子生活的秘密向我揭开了。他好像有个问题，默默地思索了很久，终于得到了结论。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绵羊既然吃灌木，那它也吃花？它碰到什么吃什么，连有刺的花也吃？对，有刺的也吃。那么刺的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时我正忙着要从发动机上卸下一颗拧得太紧的螺钉，我发现故障似乎很严重，饮用水也快用完了。我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心里很着急。那么刺有什么用呢？小王子只要提了一个问题，就不依不挠的要得到答案，而那个螺钉正弄得我很恼火，我就随口回答了一句：刺呀，什么用都没有，纯粹是花儿想使坏呗。哦，但他沉默了一会儿以后，愤愤然地冲着我说：我不信你的话，花是纤弱的，天真的，它们想尽量保护自己，它们以为有了刺就会显得很厉害。好了，我再换一个姿势。这个衣服
导致我的手有点短。这还穿出来啊。好，下一页。几百万年以前，花儿就长刺了。可几百万年以前，羊也早就在吃花了，刺什么用也没有。那花儿为什么要费那份劲儿去长刺呢？把这弄明白，难道不是正事吗？绵羊和花儿的战争难道不重要吗？这难道不比那个胖子红脸先生的算账更重要，更是正事吗？还有，如果我认识一朵世上独一无二的花，除了我的星球，哪都找不到这样的花。而有天早上，一只小羊甚至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就一口把花吃掉了，这难道不重要吗？他的脸红了起来，接着往下说：如果有个人爱上一朵花，好几百万、好几百万颗星星中间，只有一颗上面长着这朵花，那他只要望着许许多多星星，就会感到很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可要是绵羊吃掉了这朵花，这对他来说，就好像满天的星星突然一下子都熄灭了，这难道不重要吗？他说不下去了，突然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夜色降临，我放下手中的工具，锤子呀，螺钉呀，口渴呀，死亡呀，我全都丢在了脑后。在一颗星星，在一颗我所在的行星，在这个地球上，有个小王子需要安慰。我把他抱在怀里，我摇着他。睡着了吗？他那神秘的装扮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延续着。然后有一天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它绽放了。他精心打扮了那么久，这会儿却打着哈欠说：啊，我刚睡醒，真对不起，头发还是乱蓬蓬的。这时，小王子的爱慕之情油然而生。您真美。可不是嘛，花儿柔声答道：我是跟太阳同时出生的嘛。小王子感觉到了他不太谦虚，不过他实在太楚楚动人了。我想现在该是用早餐的时间了。他随即又说：麻烦您也给我。小王子很不好意思，于是就打来一壶清水，给这朵花浇水。就这样，他带着点多疑的虚荣心，很快就把他折磨得够呛。比如说，有一天说起他的4根刺，他对小王子说：那些老虎，让他们张着爪子来好了。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小王子顶了他一句：再说，老虎也不吃草呀。我不是草，花儿柔声答道：对不起，我不怕老虎，可我怕风。您没有风杖吗？怕风，一棵植物到了这份上，那可惨了。小王子轻声说：
花儿可真难伺候。睡着了吗？好长啊，怎么那么长？你们都还没睡着，我再往下念。这手都酸了。来，把眼睛闭上，要让自己什么都不要想，然后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慢慢的你就可以入睡了。我刚刚说到哪了？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听？哎呀，这样，我想他是趁一群野鸟迁徙的机会出走的。动身的那天早晨，他把星球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仔细地疏通了活火山。星球上有2座活火山，热早餐很方便。还有1座死火山，不过，正像他说的，谁说得准呢？所以这座死火山也照样要疏通。火山疏通过了，就会缓缓的、均匀的燃烧，不会喷发。这是对的吗？跟上面的故事衔接起来。我怎么自己读不明白了？好，我往下啊。火山喷发跟腌肉冒火是一样的。当然，在地球上，我们实在太小了，没法去疏通火山。它们造成那么多麻烦，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小王子还拔掉了刚长出来的几株红面包树幼苗。他心情有点忧郁，心想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所有这些习惯的活儿，这一天早上都显得格外亲切。而当他最后一次给花儿浇水，准备给它盖上罩子的时候，他只觉得想哭。再见了，他对花儿说。可是他没有回答。再见啦，他又说了一遍。花儿咳嗽起来，但不是由于感冒。我以前太傻了。他终于开口了。请你原谅我，但愿你能幸福。他感到吃惊的是，居然没有一声责备。他举着罩子，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他不懂这般恬淡的柔情。是的，我爱你，花儿对他说。但由于我的过错，后面还有吗？我是不是读错了？刚发现。所以这一个只是双面的是吗？打扰了，没关系，反正我也觉得你们没有认真在听。我就说后面怎么突然就到火山了？看一看。哎呀，对不起。哎呀，你看你们都没睡着。好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在睡觉之前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拉伸的动作，然后可以缓解一下疲劳。其实我自己的话，因为就是腰会酸嘛，就是我一般就是会有一个习惯的动作，就是我会躺着，然后把我的那个脚掰过来，然后就是你的腰就是能咔嚓一下这样。就是一般去正骨的话，就是其实老师也会给你做，就是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或者就是这样拉一下，跟着做了吗？所以有拧出声音吗？睡意限制了我的动作。看一下弹幕，你天天做，哇哦，它不会断，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有那个空气，就是它会把那个空气给拧出来。但是如果不会的话，就也不要随便乱做。什么声音？就是会有咔嚓的声音。你好饿，我也好饿。因为刚开始之前我也没怎么吃。今天是周五，所以明天是周末了耶。那今天晚上就很适合听这首歌呀。所以明天干嘛？明天该不会还要加班吧？应该都休息了吧？猫式拱背，那是什么动作？帮多比按摩一下，他应该会瞪我吧？就是他喜欢，就是自己主动的过来，就是求摸摸，然后就是想要蹭一蹭，然后但是你如果就是找他，就是想要去摸他，还是去什么的话，他会跑，他就不乐意了。等等，还有会要开，你跟他说开什么会？我们一起听 Moonface。明天看演唱会，看什么演唱会？我也想看。明天有什么演唱会？演唱会的票可难抢了，你们怎么抢到的？你们教我。多久没看演唱会了？如果说指的是就是在台前看的话，应该是上次在韩国的 Ed Sheeran 的演唱会，很好听，真的非常好。我是不是胖了？是吧？你看，我就说我是不是长肉了？你们之前的不信我。最想听谁的演唱会？我现在最想听 Taylor Swift 老师的演唱会。看腹肌吗？10年后还是20年后来着？我说的。啊，是吗 ？Taylor Swift 明年3月去新加坡吗？马了。来一首《Cruel Summer》。现在是在打谁的歌？终于都到家了。售票已经过了吗？唉，没事，反正我肯定也抢不到。什么时候考虑去广西玩一下？我想去，一直没有机会去。是不是要
我不知道在北京就是飞过去要多久。待会吃什么我还没有想好，你们给一些建议吧。每一次就是要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吃擂茶，在北京好像没有擂茶的外卖。我之前要点就是想找客家菜，其实也很少。螺蛳粉哦，肉大肉特肉，自己煮。老师9点50分回到家，10点半洗个澡，11点我煮不了一点。Maggie Golden 米 Golden， 那北京没有这回事。北京烤鸭大晚上也吃太重了吧？在北京基本上晚上就是烧烤，或者说就是清淡一点，喝粥。喜欢哪个季节去旅行？我喜欢春天或者是秋天，因为就是比较凉快。因为我是那种喜欢 city walk 的人，你们喜欢 city walk 吗？就是我去旅行的话，我喜欢 city walk，所以就是得有适当的天气让我 walk，不然的话，夏天跟冬天是 walk 不了一点。因为我自己可能是那种，你们喜欢自己去旅行吗？因为我其实是那种，我其实不是内向，就是我可能是比较慢熟的人，然后但是我很享受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独处的时间。我可能就是那种就是熟悉起来，然后其实也比较喜欢搞笑的人，像大家现在跟我也比较熟了，我也比较就是会跟大家多说话、多聊天，跟大家开玩笑这样。但就是跟陌生人的话，就是我不太会去跟他主动去说话这种人，所以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因为其实就跟这首歌一样嘛，这首歌它 Moonface 就比较像是真正属于我个人世界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福人商店其实有点像是在工作时候的那个感觉，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回到来，然后沉浸于自己的世界的 Moonface， 对，就是我很喜欢享受这些个人的时间，所以我很喜欢自己去旅游。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这应该是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吧。看电影是什么？看电影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孤独。明天去旅行，好羡慕哦。我是路痴吗？我不是路痴啊。我在朋友这边，就是除非是去第一次去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我在看导航，我在带路。跳舞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方向感呢？去到陌生的地方会认床吗？其实我以前会觉得不太认床，然后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到，因为就是腰不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去到有一些酒店的时候，能够明确的感受到有一些软的床，然后第二天醒来腰会很疼，以前其实都没有注意，然后像脖子，其实我之前也是脖子会很痛，所以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注意到，以前我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就是把我的那个颈椎往后掰，但是现在因为我就是换了一个就是枕头比较科学的枕头，然后就再也没有疼过了，所以现在其实就改善了。不知道大家就是自己就是颈椎或者是腰椎是不是也有一些酸疼？
你是路痴，没有关系啊，路痴也有路痴的好，就是走到哪去到哪，是不是也可以享受？好，然后我们距离要睡觉还有5分钟喽，要关灯喽。然后大家记得要去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酷狗直播，还有就是关注酷狗。原谅我。不行，就是灰姑娘就是要到点了，你们得睡觉，你们要回家了。还有5分钟，你们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很不舍得。年轻人睡什么？你在说什么？你不是灰姑娘，那你是什么姑娘？可以把头套套上，给你们看这衣服完整的样子。好了，这就是完整的样子，我还得把我的手套上。这样，然后我现在这样什么都看不见。你们真的能看得到吗？这个头套，我看一看。哦，能看得见，现在看得到了吧？我现在整个人就是得这样蜷缩着。反正我看到的时候还蛮炸裂的，不知道你们炸不炸？所以我现在是伊丽莎白。又是时候睡觉了。只让你们看我的身体了，不让。晚安曲怎么唱？You can call me Moonface。跳1个小钟舞蹈。我不是熊，我是伊丽莎白，我是夜间精灵。好了，现在是真的有点热了。我当时就是躲在那个枕头堡垒之间开了，就是剩下那么小一个缝，然后偷看。然后就是睡前大家可以打开酷狗音乐的睡眠专区，然后播放助眠音乐，会更好的入眠。然后就是今天的直播间就到这了，我也要睡了。伊丽莎白也困了，你看，就是她现在也在跟我说她肚子饿，赶紧吃完，然后要睡觉了。然后大家跟我一起进入梦境吧，希望能见到你们哦。拜拜，拜拜。晚安。